嗨，你好吗？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因为刚刚把我爸送回国，所以这期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买机票到双阴检测再到回国隔离的全部流程。那第一步呢，当然就是买机票了。其实，在我的经验当中啊，在便宜机票面前，其他的所有步骤都是小事。因为现在呢航班数量比较少，所以呢相对来说比较难抢到机票，并且呢机票的价格也比较贵。那目前我知道的呢有3趟航班回国，分别是厦门航空的悉尼到厦门、南航的悉尼到广州和南航的墨尔本到广州。那我自己的方法呢是先到携程或者是 Cheap Flight 这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的航班的信息，然后再到相关的官网上去预订机票。它有很多卖机票的中介，包括是有很多小型的这个卖机票的网站，我个人会觉得都不是特别的靠谱，因为现在的这个隔离政策一天一个变，所以你买好机票到那一天中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新冠疫情的变化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呢，我的建议是直接在官网上买，并且呢买好退票险。关于机票的价格呢，我自己买的那一趟大概是人民币17000左右，但是我发现现在在搜的话，最便宜的机票可以到人民币6800，不到7000的样子。所以第二步呢，就是预约双阴检测。目前呢，墨尔本有2家中国领事馆官方认可的检测机构，一个是 Vogue Medical， 检测费用是190。但是因为它的检测点呢只有一个，所以我自己选的是第2个 Foresight Pathology， 检测费用呢是180，检测完成之后呢，你会收到 invoice， 可以去私人保险报销掉大部分的费用。那这边呢，他们是不用医生的 referral， 也不用预约的，那直接在网上缴费，拿到确认单就可以直接去检测了。那这个网站呢也非常的方便，你点进它的网站，然后上面的菜单栏呢就有 International Travel， 你点击那边，然后呢它就有中文的选项了，然后你点击中文就可以填写你自己的信息。那我这边呢再补充一点，目前呢澳洲的 PR 和 Citizen 的持有者呢，如果需要出境的话是要申请 Permit 的。付完款之后呢，你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邮件中呢就包含2个附件，那其中一个表格呢是你需要打印出来，在测试的当天跟你的护照一起带到测试点的。那第3步呢就是去检测点进行双阴检测了。那政府规定呢是你离境前24小时之内的双阴检测结果，也就是说你离境的那趟飞机的日期再往前倒推2天，就是你需要去核酸检测的日期。那我这里强调一下，指的是你离境的那一趟飞机。假如说你20号从阿德飞到墨尔本，然后21号从墨尔本飞到广州，那么要算的呢就是21号这一趟飞机，也就是说你的检测时间应该是19号。还有24小时呢，指的是提前2天，也就是说，假设你的飞机是中午11点的，那你并不需要说在19号中午11点去检测，你在19号早上去检测也是可以的。那我的建议呢是掐着它开门的点去就行了，因为去晚了可能就需要排队了。那我去的这个检测点呢，它是大部分人是在车里进行检测的。那所谓双阴检测呢，就是核酸检测和 IgM 抗体检测。到那边之后呢，医生会首先检查一下你的基本信息，特别是你的护照号和整个检测的过程不到5分钟，24小时之内就会出结果。结果出来之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你，并且把这个结果呢以 PDF 的形式发到你的邮箱。拿到结果之后呢，就要进行第4步了，申请绿码。首先 Google 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个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微信小程序的2维码，扫描2维码。点击检测结果申报，就可以按照它的步骤去申请健康码了。那我们当时呢是申请完之后2小时以后绿码就出来了，上传完成之后，你要查看这个绿码的时候呢，是点击发现小程序最近使用的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它了。那第5步呢就是准备登机了。那疫情期间跟以往不同的是呢，在登机之前它有一个量体温检测绿码的这个过程，这边需要排一个很长的队，检测完之后呢才可以去另外一个柜台办理托运行李和值机，所以呢这边建议提前3小时就到机场。那关于机场的装备呢，我当时看到有一些人是穿了一次性的雨衣，甚至是戴了护目镜和防护服，但是大部分人呢也只是戴了口罩而已。目前看呢，飞机的座位是很满的，工作人员都穿了防护服。
因为没有送餐呢，所以每个座位上都配了一袋食物，当然也不发耳机了，所以建议呢朋友们带好自己的耳机，要不然一路上都只能看默片了。第5步呢就是隔离了。那在隔离之前呢，下飞机之后还会有一个量体温，包括核酸检测的过程。进行完各种检测和数据收集之后呢，就可以去取行李，然后跟着大巴去隔离酒店了。入境之后呢，需要在当地的酒店就地隔离14天。那在隔离的第7天和第13天呢，还要分别进行2次核酸检测。酒店会配备好这14天的水和垃圾袋，会有工作人员每天测量体温和无接触送餐，当然你也可以点外卖。酒店住宿的费用呢，通常是400到500之间一天，那餐费呢，通常是80到100一天。那就地隔离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买回到自己城市的飞机票或者是火车票了。那回程之后呢，每个地方的隔离政策是不一样的。比较普遍的呢是7+7+3，也就是7天在你所在城市的酒店隔离，7天居家隔离，另外再加3个月的追踪。所以简单的说呢，如果你不是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那么你从澳洲这边上飞机，一直到你在国内隔离完毕，完全恢复自由呢，差不多是1个月的时间。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那关于从澳洲回国或者是从国内回澳洲有任何政策或者信息的更新呢，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这样呢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呢，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